2026年5月，一家公司拿到了21亿美元，这是史上对用 AI 找新的药物下的最大一笔赌注。这家公司叫 Isomorphic， 背后是拿了诺贝尔奖的那群人。21亿美元，听起来那些能救人的药物好像就要被演算法量产了。只有一个小问题，到今天为止，这家公司一款药物都还没送进人体试验。而放大到整个产业，这10年被 AI 发现又真正拿到上市许可的全新药物是几款？答案是0。这一集《生医帝国》第2季看不见的中间人，我们要走进一场演算法的淘金热，看看金子到底被谁挖走了。淘金热最老的一个道理是这样：真正稳稳赚到钱的，往往不是拼命挖金的人，而是在旁边卖铲子、卖水的人。这一集我们就跟着钱走一趟，在用 AI 画出一个分子和一款真的能上市的药物之间，隔着一条10年的长路。这条路上站着各式各样的中间人，有真的在挖金的，有卖梦的，也有安安静静卖铲子的。我们要分清楚，哪一段是真的革命，哪一段是被包装好卖给你的故事。先说清楚这个梦为什么这么吸引人。做一款新的药物传统上有多痛，时间10到15年，钱一款成功上市的药物把失败的成本加上资金的时间价值都放进去，中位数大约7亿美元，平均更高到13亿。这是2025年一份专家审查研究的估算。你常听到的一款药26亿美元是另一种更严的算法，数字差很大，所以不要随便乱喊。而最残酷的是成功率，一款药物从进入人体试验到最后真的核准上市，大约90%会失败，又慢又贵又几乎注定失败。所以当 AI 说我能让这件事变快变便宜，整个世界都想相信它。2024年做出 AlphaFold 能预测蛋白质长什么样子的那群人拿下了诺贝尔化学奖，淘金梦正式开始。2020年第一个轰动的头条来了，一家叫 Exscientia 的公司宣布，史上第一个由 AI 设计的药物进入了人体临床试验，它治的是强迫症，而最惊人的是，从专案启动到送进临床，别人要花大约5年，它只用了12个月。12个月对5年，全世界的媒体都疯了，新药的时代要被改写了。然后呢，2年后，2022年，这款药物被合作的药厂悄悄终止了，原因是早期试验没有达到预期的标准。它很安全，但就是不够好。这件事藏住这一集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课。AI 给了我们设计的速度，但它同时也给了我们在临床上失败的速度。跑得快不等于跑得到终点。那有没有走得比较远、比较成功的？有。目前跑最远的是一家公司叫 Insilico， 它用生成式 AI 设计了一款治肺纤维化的药物。2025年6月，它登上了顶尖期刊 Nature Medicine。这是整个产业里第一个经过专家审查的 AI 药物临床概念验证，数据也真的不错。在2期试验里，用药那组的肺功能平均进步了将近100毫升，没用药的对照组反而还在退。这是真的进展，我们必须诚实的说，它是真的。但是，请记住这个但是，这款药物到今天为止也只走到2期，它还没上市。事实上，把整个产业全部拿来看一遍，到2026年被 AI 发现又真正拿到上市许可的全新药物，一款都还没有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说，那是还没到，快了嘛？所以我们得看一个真正关键的数字。2024年，波士顿顾问公司把市面上这些 AI 发现的药物全部拿出来算了一次成功率。结果很有意思，在最早期的阶段 ，AI 的药物表现真的亮眼。这证明 AI 真的很会画出一个安全像样的分子。可是，一旦走到2期，要真正证明这款药对病人有效的时候 ，AI 药物的成功率掉到大约40%，跟传统做法几乎一模一样。这个数字就是整集的关键。AI 的超能力在发现这一段，但这款药到底能不能治好人，这一关 AI 目前一点忙都帮不上。画出一个分子跟造出一款药物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。那市场的钱呢？我们来看这场淘金热里最有名的挖金者之一 Recursion， 翻开他自己交给美国证管会的财务数字，光是2025年前9个月，他就亏了5亿3600万美元，比前一年几乎翻倍。他的营收呢，不但小，还在缩水。
从成立到现在，它累积亏掉的钱接近20亿美元。而且它不是特例，另一家大厂 Exscientia 就是刚刚那个第一个进场的公司，最后是被 Recursion 卡下，两家一起才撑得下去。英国也有一家明星公司 Benevolent AI， 中期试验一失败，股票价格就崩到剩不到$1，大裁员，然后准备从股市下市。挖金的人一个一个倒在半路上，这就是淘金梦的另一面，梦很大，但烧的是真金白银。那这场淘金热里，到底有没有人稳稳的赚到钱？有，回到开头那句话，卖铲子的。这些 AI 药厂不管有没有找到药，他们都得做一件事，买下巨大的运算力来跑那些演算法，而全世界的运算铲子几乎都来自同一家公司 NVIDIA 辉达。光是药厂巨头李来就跟辉达合建一个 AI 实验室，5年最多投入10亿美元。辉达自己的大会上有超过700家医疗公司，来自40多个国家，都在用它的平台。你发现了吗？那些挖金的公司可能一款药物都没成功，可能倒闭，可能被买下，但卖铲子的辉达早就先把运算费稳稳收进口袋了。开头那家募了21亿的 Isomorphic， 这笔钱很大一部分最后也会变成运算力和人才。金子还没挖到，铲子已经卖爆了。这场淘金热离台湾很远吗？其实不远，台湾也有自己的 AI 新药故事。有一家公司叫安鸿生医，自称是台湾第一家 AI 新药公司。他用自己开发的 AI 平台，设计了一款治雄性秃，也就是男性掉发的药物。2025年10月，他宣布这款药物完成了美国的第1期临床试验，安全性良好。这是台湾第一款 AI 生成又真的走进人体试验的新药物，很值得替他高兴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个剧本我们今天已经看过一次了，跟前面的 In Silico 一模一样。进到临床是很棒的里程碑，但它离上市中间隔着整整一条长路。所以，当台湾的财经新闻又开始讲某某 AI 生技的本梦比时，请记得这一集，不要把进了临床听成快要上市。所以，用 AI 做药到底是革命还是泡沫？诚实的说，两个都是真的。真实的一面 ，AI 真的把发现一个分子这件事变得又快又便宜。这一段是真正的革命 ，AlphaFold 拿诺贝尔奖实至名归。但泡沫的一面是，市长付的钱讲的故事，鼓的是后面那一段，把一个分子变成一款真的能治好人又能上市的药物。而这一段到今天为止 ，AI 还没有证明它办得到。画出一个分子跟造出一款药物，中间隔着的是10年，是90%的失败率，是真正的人体试验。市场买的是前面那段的想象。卖给你的是后面那段的希望，这就是这场演算法淘金热最诚实的一句话。这一集我们看的是一款药物怎么从演算法走进或走不进你的身体。但更疯狂的问题是，一家公司明明1毛钱营收都还没有，一款药物都还没上市，市场凭什么觉得它值几十亿美元？下一集我们要走进生技的临床赌场。那些没有营收的公司是怎么靠1次2选1的试验结果，让几十亿美元一夜之间翻倍或者归零？如果这一集让你下次看到 AI 新药4个字时，会多想1秒，按个赞，追踪频道，把《生医帝国》第2季跟我们一起追到最后。